哥哥，哥哥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拍给各位看一下轮下的状况，这里真的有够湿滑，有够刺激好玩的啦！有这么恐怖吗 ？Hello， 失败啊！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它总共有10个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That's road.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今天一早又出现在哪里了呢？这一次不是在云林哦，今天我在彰化的芳苑。那我先在芳苑这边晃一下，等一下还是要前往云林啊。还记得我缺的那5点吗？今天要来去东势乡，云林的东势乡。那我要从彰化这边开启啊。芳苑海空步道，我来喽！芳苑海空步道南入口、中入口、北入口。我看一下地图，应该是先去南入口那边，好像比较好一点。禁止脚踏车、机车进入园区。第一次来。原来不可以骑单车进去啊！好，那等我晚上来看夕阳，来用走的哦。那我就不进去喽。我现在只能观望左边那个步道啊。没关系，我这么早来就是要来看看，如果可以骑我就骑，不能骑就是来看夕阳啦。奇怪，这个中入口。又没有说不能骑，还是遵守规定，去下一个入口看看咯。真是太奇妙了，刚刚那些入口都没有说不能骑脚踏车哦。不过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南入口，他就说不能骑啊，就乖乖的啦。晚上再来走路啊。芳苑海空步道，这边有一个小公园哦。如果不走上面的话呢，这下面有一个步道可以走，还蛮不错的。芳苑海空步道，傍晚再来找你啊。那我现在要先来去芳苑灯塔。芳苑的步道不能够骑车，从这里到芳苑灯塔大概6.5公里。来到王宫了，前面就是灯塔喽。王宫渔火码头，王宫渔港。每当夕阳西下，过去海上的渔船亮起点点灯火，像星星洒在海面上，这就是渔火的由来。虽然传统景象已不常见，但王宫仍用渔火节留住这片海的记忆。前方这就是芳苑灯塔啦，可是它位于王宫渔港，所以大家也叫它王宫灯塔。黑白相间的八角形外观，远远看就很醒目。Hello， 看到这海牛彩绘墙，这可是芳苑很特别的海牛采科文化。这项传统从日治时期发展至今，原本耕田的黄牛也成了渔民采科时的重要帮手。全盛时期曾有300多只海牛哦。过年期间要避免人潮涌入啊，就要一大早。现在大概8点多而已吧。这一整片，我继续包场哎。看到那一座桥，一定知道我要做什么吧？当然要上去看看啦。Hello， 我终于来到了王宫渔港哎，在这个桥上，果然居高临下，看着远方的芳苑灯塔，来跟你们说一个它很特别的地方。它的塔高有37.4公尺，不过因为地层下陷，灯高也就是灯火离海平面的高度只有35.7公尺，
也因为这样，它成了台湾少见塔高高于登高的灯塔。看前方，这就是3轮铁牛车。当年的海牛早上要下田，午后还要下海，太超了啦！10点10分前离开本水域，来这里体验海牛采科，必须配合海水潮汐，只能利用退潮时间进行，也是芳苑生态旅游的独特之处哦。吼吼，我骑进来了。刚问了一下当地人，他说可以骑进来，就是要小心啊。我也觉得，千万不要跌倒哎。要骑进来啊，有2个条件哦。1，要记得看那个潮汐的时间啦。2，要记得慢慢骑，不要滑倒啦。在这里骑车还蛮好玩的，而且今天这天气很棒哦，很凉爽，很有挑战性啊，好玩嘞！跌倒就不好玩了。我想要从这边看芳苑灯塔合拍一张啊，看会不会成功。拍给各位看一下轮下的状况，这里真的有够湿滑，有够刺激，好玩的啦！芳苑灯塔，拜拜喽！我要去下一站喽。接下来这一站呢，是芳苑这边的一个小型风力发电厂，当地人叫它打蛋器。我现在看，真的很像打蛋器哎。好可爱哦！来，嗨，哥哥，来前面，哥哥，没事，哎，看前面，走，回家，走。画面先定格一下，给各位看，这群狗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当下我忙着保命，根本没时间拍他们凶巴巴的样子啊！好害怕，吓死我了！不怕，马上冲过去。也太多狗了吧？好吧，他们那么凶，这样我也不能认真拍啊。好吧，伤心啊。可能要人多一点来吧，我一个人，那么多狗，那我只好放弃那个点啦。哥哥，我走了，拜拜，哥哥拜拜。相较于刚刚那一群，我刚刚右边那群啊，剩2多了。那芳苑这边的景点就先这样喽，我要来去云林的东势乡了，去把我云林的点数收集完啊，95分，还缺5分才会100分呢，当然要得到满分喽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大概35公里吧，抓个2小时吧。跨越浊水溪喽，云林我要来喽！新集村铁马驿站，我们来到麦寮喽。上次有经过这边，只是上次太赶了，上次没有进来晃一下，现在稍微绕一圈。他那边写厕所加水打气，我来去看一下哦。光走进来都有点害怕了，对，怕狗冲出来啊。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吧，不过外面真的看起来蛮漂亮的。洋葱哎，哈哈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没看过洋葱哎，哈哈哈！亲眼看到了一大片。今天北部还在下雨哎，云林，你这天气太赞了！
洋葱，我现在认得你啦！你们这一片都是洋葱。洋葱花，这像一颗颗白色小烟火，真的很可爱。现在洋葱也都是机械采收了，可惜今天没能遇到采收机。云林东势胡萝卜，台湾胡萝卜3大产地，台南将军、云林东势，还有彰化的20芳苑。没想到我今天就一次去了2个耶！一大早在彰化芳苑，现在又来到云林东势，我还真的很爱胡萝卜啊！又来到台糖铁道改建的铁马道喽 ！Hello， 我来到了东势乡这城铁马道，这是我今天来东势乡最期待的一段啊，总长3475公尺。骑不上来啊，用牵的，地上都是草。很好，我上来做什么？没什么展望，怎么上来就怎么下去喽！出发喽！时速13、12，很慢的速度在移动。这路况没有很好，不过还不错啦。就在轨道旁边慢慢骑哦，看风景。那上面那个呢是东西向快速道路，非常的正啊！听一下这个声音。我刚刚从后面那边出来，那我在想应该就继续直直走吧，走走看。这里有超级可爱的鸭鸭们，你看他们还排队呢。我一来，全部的鸭鸭都逃了。有这么恐怖吗 ？Hello， 这些鸭鸭好可爱，拜拜。我一来，他们全部都逃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决定要骑回去了。那个一直骑好像也没看到什么，那如果一直跟着东西向骑的话，该不会等下骑到古坑了吧？那个东西向是会一直到古坑哦。那我就反向骑回去。这一次我应该想要骑一般道路了，因为刚刚那个铁马道确实不好骑啊，好正啊！前面这就是东势铁马道，那我要走右边这个一般道路。路况应该会好很多吧，来走走看咯。Hello， 嘿，我右手边全部都是胡萝卜哎，我是胡萝卜富翁啦，这一整片很美哎。然后我刚刚看到铁马道，太兴奋了，就直接开骑，又忘记集章了。还好现在有想到啊，不然我会不会像上次麦寮一样啊，骑了10公里，什么都没做，完全忘记集章，太搞笑了。右方这一整排的台湾栾树盛开的时候，这里可是个完美景点哦。我觉得这个季节骑在台湾栾树下方也不错啊。有一种沧桑美。巨无霸铁马，我回来剪影片才发现，你有看出来吗？东势特产鹅、胡萝卜、蒜头。我现在又来继续骑台湾栾树这一段的这城铁马道。那这个路呢，一样是比较不适合公路车啊。所以如果要骑的话，可以骑旁边，骑外面。那我就骑出来咯，没有骑里面的铁马道。那旁边这一段呢，还蛮适合公路车骑的，比较不会那么正。那我可以欣赏到这个铁马道，跟着铁轨骑啊。
维修中，那要绕过去哦。他刚前面不说，好吧，再骑回去。来都来了，我打算继续骑一下这个自行车道，看看会有什么惊喜啊！还好骑过来，我觉得这一段的入口好美啊！路旁这一整排 Hoop Pines 站得又高又直，画面特别有秩序感。还好有继续骑过来啊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尤其啊，如果你是骑那种有避震的话，更适合哦。带小朋友来这边骑也很安全。我觉得我光看到这个铁轨在旁边啊，就有一种莫名的开心感嘞。太喜欢火车了，铁轨我就很满足咯，感觉自己现在是台糖小火车吗？好啦，我在想铁轨应该就到这里了吧。今天一早从方院出发，然后刚刚在东市成功集了5个章，我现在满分啦，100分。现在呢，来到了北港。北港其实我已经集完了。那因为我刚才集章的时候发现，它下方竟然出现了北港灯会，又有10个点呢。那我再来去集咯，最喜欢集章了。过年期间来北港啊，有一台单车真方便。北港文化中心，我来到了北港文化中心，想要来集章啊，可是他那个 app 又有点问题了。他一直说我在武德宫，所以我目前是没有办法集章。那我先来去北港镇公所好了，给一下再看怎么样咯。北港镇公所这边的花灯很惊艳哦。我来到了北港集章，这一次我要宣告失败啊！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它总共有10个点，那其实我去每个点呢，前面的还好，后面几个章呢都一直 GPS 一直跑掉。那我就一直试啊，反正试了很久，最后就是一直在大富戏院和北港游客中心卡关啊，一直侦测不到这2个地方，所以就少了2个点了。我大概处理这2个点，处理了可能快2小时有哦，就是一直到处试试看呢。哎，反正我放弃了，搞到都快4点了，那我要准备回彰化喽。过年期间来北港啊，超多人的，真的还好我骑单车啊，好方便。只是那个章没有集成功啊，有点太伤心了。好吧，我明明有100个点呢，集过100个章的人，竟然还是失败了，败给最后2个点。冬天北上就是虐啊！而且我要从北港开始骑哦，北港算是在云林的最靠近嘉义的地方吧，然后我要骑到最北，才能够回到彰化，慢慢归吧。终于离开了台19，台19也是超多车的，你看那个车潮，来这里骑的比较自在一点。逆风北上，慢慢骑也不错啊，不希望太早结束啊。云林来了好多次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褒忠，就想到上次褒忠送我那1公斤的月光包盒，你看我印象多深刻啊！大家刚刚也看到夕阳了吧？看来我今天无法如愿。在早上的那个方院啊，看夕阳散步了，还没有跨越浊水溪啊，代表我还在云林彰化。抱歉，我不知道天黑前赶不赶得到啊。我们一起来欣赏夕阳吧，快转给你们看。
看来真的要天黑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